当地时间4号晚间，新型战术弹道导弹武器系统交接典礼在朝鲜首都平壤举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出席活动，并发表被朝中社称为历史性的讲话。他直言，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体系无限扩大，使得朝鲜核武力和核态势必须更加彻底、更加完备。 在平壤举行的交接典礼上，一排排军绿色涂装的弹道导弹发射车整齐地停在广场上，多个大气球悬挂着“无敌制胜”的宣传条幅。金正恩的女儿金主爱、朝鲜党政军领导干部、国防科学家和军工部门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以及平壤市内立功者等约1000人，现场见证了金正恩将朝鲜主要军工企业生产的250个新型战术弹道导弹发射架被移交给朝鲜第一线边境部队。 金正恩表示，从此在整个前线，我们的攻击力量和打击力占压倒性的优势，可以掌握作战主动权。而且在实现火力任务空间的多元化和特殊的物理力量、战术核武器的实用化方面，也提高了时效性。 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赵春龙在交接仪式上发表报告时也指出，新型弹道导弹发射车是我们自己设计的强大的先进战术攻击武器。分析指，通常而言，战术武器指的是能够发射低当量核武器的系统。Each of the 250 new launchers can carry 4 missiles. Which means when operated all at once, it could be possible to launch 1,000 missiles. 韩联社根据现场图片分析，当天交接的武器或为近程弹道导弹火星11丁的运输起数发射车，每辆配备4个方形发射管。 CRBM 같은 경우는 핵탄두가 탑재 가능하고 재래식 탄두가 탑재되더라도 일단 포격량이 포탄하고 상대가 안 될 정도로 많이 들어가겠죠. 对于该型武器可能会被部署在朝韩军事分界线一带，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发言人李成俊隔天在简报会上表示，这意味着射程不会很长，不会超过朝鲜目前最强大的短程弹道导弹。韩方认为后者射程已能超过600公里。 대남 공격용이나 위협용 다 다양한 수단으로 활용하기 위한 것이라고 판단됩니다. 李成俊强调，韩国和美国军方正在密切分析朝鲜的武器发展情况，因为它的飞行高度并不高，大概只有50公里。那 韩国那边呢，要想拦截它也比较难。一个是本来100公里左右的飞行距离，它就时间很短，再加上那个弹道又不太高，所以也不太容易被发现。那么这个100公里左右的射程，可能听起来你觉得它比较近，但实际上呢，我们知道就是，韩国的首都首尔其实离38线呢是非常近的。这100公里射程，基本上就是把首尔这个城市圈 都可以包括在内了，就是可以影响到韩国差不多1半左右的人口。对于南北双方的这种军力对比，其实还是会有很大的影响的。 事实上，真正令韩国紧张的是，金正恩在讲话中强调，朝鲜的军事力量将持续发展，将尽可能在最短时间内遏制敌人的一切核威胁，构建更完善、更高水平的核力量态势，以进行自卫。And since last December, many people remember that North Korea has totally changed policy toward South Korea. They quote South Korea as #1 enemy. And since then, Kim Jong-un has prepared the all the war plan against South Korea. 而对于朝鲜研制、使用、部署这款新型武器的背景与目的，金正恩明确指出，目前随着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关系的本质和性质转化为基于核武器的军事同盟，朝鲜的周边军事安全环境面临着战略性的、结构性的重大变化。就在上月底，美日韩3国防长在日本防卫省举行会谈，并签署美日韩安全合作框架协议，核心要义就是共同应对朝鲜核岛威胁等区域内的挑战。 而在此之前，美韩还于北约峰会期间签署联合核威慑指引。美国总统拜登当面对韩国总统尹锡悦强调，美国对韩国的延伸威慑承诺将以包括核武器在内的所有军事力量作为后盾。随后，美国印太司令帕帕罗还扬言，韩国未来可能会考虑引进攻击核潜艇。 当地时间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军已经收到第一批美制 F-16战机，并且这些战机已经在乌克兰境内执行任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这些战机最终都将被摧毁。有分析认为，乌克兰此次获得战机数量有限，不足以形成有效战斗力。F-16入乌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8月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空军基地会见飞行员，并视察了 F-16飞行。他在社交媒体发布的视频显示，泽连斯基在2架尾部涂装乌克兰3叉戟国徽的 F-16战机前发表讲话，另外2架飞过天空。活动在一个秘密地点举行，安保措施十分严密，以保护 F-16免受俄罗斯的攻击。泽连斯基也没有透露战斗机详细数量和作战任务。I think you will see, maybe not all of them, but you will see the results. I think it's very dangerous for today. We need to do all the security measures which have been discussed with our partners about using F-16. But anyway, these jets are in our sky. 但泽连斯基承认，目前 F-16战机和合格飞行员的数量还不够，未来将有更多 F-16抵达乌克兰。乌方也将与合作伙伴寻求更多的飞行员和工程师的训练平台。F-16的作用主要是保护乌克兰关键地区免受俄罗斯空袭，并与俄罗斯战机作战，以实现在基辅等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城市的制空权。此外，还能为乌军地面部队提供空中火力支援。泽连斯基此前曾表示，乌克兰需要130架 F-16以平衡与俄罗斯的空中力量。然而，乌克兰在7月只接收到了10架 F-16战斗机，年底前有望再获得10架，但这个数字距离乌方所需还差得远。西方国家已承诺交付的不到100架，其中大多数很可能是在未来几年内才能交付。此外，目前只有25名乌军飞行员完成了 F-16战斗机的全部飞行训练课程，被认定可以执行作战任务。这也就意味着，即便西方国家加快交付速度，乌克兰也不具备立刻将这些战斗机开到战场的能力。此外，由于数量稀少 ，F-16对乌克兰来说弥足珍贵，在战场使用方面也会更保守。因此，有分析认为，最新接收的 F-16对乌军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其中最大价值是提升士气。对于乌克兰来讲 ，F-16的平台的到达呢，当然会方便它发射一些，比如说西方的弹药，包括也方便它跟北约之间进行这种更好的沟通。但是，其实对于整个战场的真正的影响，应该是相对比较有限的。那么对于乌克兰来说呢，这个相关的战机的到货，包括使用，首先还是要考虑它的政治上的影响力。而且目前来看，如何部署这些 F-16战机也颇令乌军头疼。乌克兰军方早前称，或将部分 F-16战机停留在外国基地，使其免遭俄方攻击。但如果距离过远，实际上对战局能起到的作用有限，而且俄方也会想方设法摧毁这些战机。如果部署在乌克兰国内，那就会更加直面俄军的打击。据称，泽连斯基此次出席 F-16战机入列仪式是在基辅以西约40公里的瓦希尔科夫机场。事实上，就在今年6月，俄军就曾用空射巡航导弹袭击了该机场的一个大型燃料库，引发的凶猛火势持续超过了30小时。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军事专家贾斯汀·布朗克认为，到目前为止，乌克兰空军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分散行动来确保其战机不会被摧毁。通过将战斗机在基地内部或各个基地之间不定期移动，可以让俄军空袭难以找到目标。但如果乌克兰要确保 F-16战机能够起飞应战，这种情况可能必须改变，因为该机型对于机场配套设施的要求较高。乌克兰任何改善现有基地基础设施的尝试，都将被俄罗斯的侦察力量察觉，并引来后续的打击行动。